俄罗斯媒体对近日落下帷幕的马里乌波尔围城战进行了战况总结。俄联军在歼敌数量等多方面都获得了堪称意义非凡的胜利。一起来看详细分析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战报，随着最后一批亚速营从马里乌波尔钢铁厂出来投降，宣告马里乌波尔围城战以俄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。根据俄媒报纸网发布的总结战报显示，在从2月底到5月20日的这段时间里，俄联军共歼敌25000人，这是开战以来首次战役大胜。仅在钢铁厂内，从5月初到5月20号，投降的亚速营和乌克兰士兵就达到了2439名，其中重伤员为600多名。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认为，总共有2500名钢铁厂的守卫者被俄罗斯俘虏，这和俄罗斯国防部的数据大差不差，也能体现出这一数据的真实性。俄媒称，马氏的乌军兵力远远超出了俄军的预估。早在2月24号战争爆发当天，根据公开的情报显示，乌军在马氏拥有的作战力量为第36海军陆战队旅、57机械化旅和12国民卫队旅和亚速营，人数在 1.5 万人上下。当时俄媒认为，在包围圈内的乌军和亚速营并非成建制的齐装满员，但是明显俄军错误地低估了守军的力量。实际上，根据最近的数据，我们才知道，当时马氏还有109国民卫队旅这支部队。此外，乌克兰的安全部队、边防部队和领土防御部队加起来后，守军总人数在25000人左右。而俄军攻城的部队为150摩步师、810海军陆战队队旅以及车臣部队和 DNR 部队，总兵力不超过2万人。在这种兵力明显不如乌军的情况下打巷战，这就造成俄军的前期进攻举步维艰。在2月27号到3月18号的战役第一阶段，俄军开始出动空中力量和远程炮兵力量，进攻马里乌波尔地区，将郊区外的亚速营和乌军阵地全部占领，并且空中力量对于马里乌波尔地区藏匿的乌军主战坦克、装甲车辆等重武器造成不小的损失。这一阶段，俄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代价。3月18号到4月10号是战役的第二阶段，俄联军动员全部部队从马氏3个方面发动进攻行动。在装甲部队和空袭的支援下，进攻取得突破性进展。亚速营和乌军依托于建筑物对俄军进行阻击的战法不再奏效，在重炮、坦克和飞机的连环打击下，藏身在建筑物的亚速营受到毁灭性打击。车臣部队全面投入战斗，也使战斗的天平逐渐转向俄罗斯。在这一阶段的过程中，俄乌双方交战非常惨烈。乌军主力部队就是在这一阶段被俄联军大部分打残和歼灭的，而俄联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，除数千人伤亡以外，海军陆战队810旅旅长、副旅长先后被亚速营狙击手击中阵亡，但这并未能阻挡俄联军接下来继续扩大攻势，攻击波次也是一波比一波更加猛烈。乌军正规军军心逐渐崩溃，不得不向城区南部撤离。他们和亚速营都向马里乌波尔钢铁厂撤离。第二阶段中，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的2个营1000多人向俄军投降。4月11号到5月20号的1个月是战役的第3阶段，也是最后一个阶段。数千名亚速营和乌军残余退守到马氏钢铁厂内继续负隅顽抗，而城区已经被俄军全面拿下。这一阶段战斗烈度相应有所减少，不如第二阶段激烈。俄军前期采取进攻发现钢铁厂易守难攻，还有核掩体，因此普京下令采取围困的方式，而俄军则是采取炮击、温压弹、轰炸机对钢铁厂进行轮番轰炸。钢铁厂内的亚速营和乌军不甘心被围，通过地面突击、挖地道、冒充俄军等方式，至少发动了3至4次大规模突围行动，但是都被俄军挫败，并且伤亡被俘的战斗人员多达数千人。因此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，乌军高层不得不允许亚速营停止抵抗。所以从5月10号起，亚速营乌军宣告正式投降，并且放下武器。到5月20日，所有人员全部投降，马氏之战宣告彻底结束。俄媒认为此战堪称开战以来首次战役大胜。俄联军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，奋战数十天之久，
以自身伤亡数千的代价攻破城市守军25000人的防御，其中抓获的俘虏就有5000至7000人，毫无疑问对乌军造成了极其沉重的打击。